今天是3月14号的早上，那一早我们就在这个松山机场出现，因为再来要前往关东地区的度假胜地热海，然后预计停留4天3夜。那这一次的行程规划上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在度假胜地，就是伊豆地方，然后来好好的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上一波就是乐金营的末期，跟我们新的，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有机会看到樱花开这样子。我们使用完飞机餐后没多久，就发现天气是蛮好的，所以一转头就发现靠窗这一边有非常清楚的这个富士山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骏河湾，然后一到上面盖满白头的这个富士山这样子，所以运气是很不错。不知道哪个航线，应该又是老样子，在那个很后面的。没事，你有抓到你的。先来处置我的卡。很久没有回来羽田机场，倒是有点怀念。一到机场，我们就先去处置。时间久到我都有点忘记要怎么处置了。那我们预计的行程是先搭到品川站，然后到品川站以后再转新干线。那新干线很快就可以抵达热海站这样子。那这边要到品川的话，就是搭京急线。那这个班次非常密集，所以还蛮方便的。那沿途这些城镇搭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快乐。那先来新干线的这个购票处来订票。那每个车站其实规定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所以买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它是把2张票或者是打在一起，或者是分成2张票处。那个它会有一点差。那个现在还有一点早，你们要不要稍微？我们买下午我们的车票，那大概40几分钟就能够抵达热海这样。好可爱的哦，很适合我耶，茶包。你看上面是蛋糕还是奖？感觉很像是那个，这是什么？这很适合你耶，真的。蜂蜜也是很适合你耶，真是好重。上去吃啊！对啊，我刚刚也在。那我们来买吧，这虾。1000块，不便宜。对，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
看一下时间，差不多要准备进去搭新干线了。在等车。这个进站的时候，闸门这边上面会写几张票，所以要取票的时候，要离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像我们这个是1张票，要记得要确定要拿走它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新干线进站。这个新干线的车型就是有非常多种，那有的其实台湾是跟某些部分的车型是雷同的高铁，所以搭上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亲切感。那另外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是，在日本搭这种比较长途的列车的时候，日本的朋友他们习惯是会喝一些酒放松，跟台湾的这个习惯不同。那我们也会经过这个海岸线，所以会看到很美的一个海。那差不多准备到站，这里是热海站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站。一出站就看到这个热海站开业100周年，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出自于热海这个地区的相扑历史，他最近要办一些活动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沿着我们的公车站往我们要住的东横印去放行李，还有 check in。那距离不算太远，不过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热海它不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地区，它有些地方上上下下，所以拖着行李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困难。那我是住在边间，那我们这一次运气不错，就是我们是靠海的这一面，所以景色都很好。那我们另外一间房甚至可以看到伊豆的海边。然后甚至还有可以看得到大岛这边，所以运气是很好的一个景。那热海呢，车站这边是在比较热闹的地方，是在上面，就是你可以想象是山上，那附近有商店街。那另外一个热闹的地区是在山下，就是海岸线的地方，或者我们叫热海银座那个地方，那也是放花火的地方。那我们想要去下面看到海边，然后去看樱花，那所以我们就搭乘公车前往。当然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是用走的，大概要走20分钟，只是它这个山坡地，到时候要走上来就难度就蛮高。那还没有下公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在这个公园这个地方，已经有很多樱花了。那或者是说，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到底是已经谢了的樱花，或者是已经超过盛开期的樱花。然后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牌子，它是大寒樱，跟我本来预计要来看的火金樱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品种其实开的也是非常的美，在公园还有这个停车场这边开了很多。那今天这一天天气也很好。看不太到什么雨，所以搭配起来是景色是很美的。你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往海边这边走，然后海边这里我上次来的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有很多海鸟、海鸥，然后会不算攻击人，但是他们会抢夺你手上的食物，所以在这边都要很小心。可以看到樱花有一些叶子也出来了，所以这一波有一些人也许喜欢有花也有叶子的样子，所以它也是很美的。接下来我们走回公园这里，然后预计呢是要往热海银座这个最热闹的地方去散步这样子。那上次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鲜冻。其实热海这里是算海边嘛，所以它的鱼、它的海鲜冻，对，我记得大家可能有听过，它
然后它的特征，反正就是这条街上面。我记得我上次来是在中午的时间的几家有名的海鲜冻，外面都大排场，排到就是可能2个小时吃不到这样子。那另外呢，它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吃法，包含后面把鱼吃完以后，下面剩的饭，它会帮你加汤，变成一个泡饭的方式。那上一次我是吃对面的吴铁，那其实都很不错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热海的布丁，这一间是2号店，那1号店是在车站山上的地方。这边卖的比较多。那它本身就是这一家，就是它店里面装饰其实还蛮可爱的，跟1号店相比，然后也有一些位置可以坐这样子，然后商品的种类也太可爱了，也很多这样子，感觉非常的可爱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是点一个有味的布丁，然后抹茶口味，然后还有一杯饮料这样子，用这样子的一个澡盆的一个方式在装，非常的可爱。不过最后吃完记得要回收。这个是他们布丁的车子。我们往上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继续往这个热海银座的后方散步。那在它的这个附近的街道呢，有热海七汤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是把它收集完毕。因为我们这次时间比较压缩，所以只有稍微体验一下，然后摸一下那个有点烫的水。如果从山上走下来的话，则是会有机会遇到这个很大的这是七汤之一，可以稍微再摸一下。不会还可以，大概40度左右。那这里是往上往温泉神社的方向，那这个是七汤之一的大间歇区。那还有这个是电信的一个发源地。这个我们到的时候是没有看到这个就是间歇泉正在喷发的样子。不过上次我来是。那这个地方，伊头嘎瓦，它是我上一次来，因为它两旁种了合金林，所以我上次来是这个吊着这样，因为我当时是没有预期要看到，下面也太结果走过来，整条河一直往下，全部两旁开满樱花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它这个活动大概在我们的上一个礼拜结束，所以我们如果再提早前1个礼拜，就有机会看到。这里全开的合金林，非常的美。那我们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深，但是地上还看得到一些滑板。不过这里的公园比起我上次就是2023年来的时候整理的更漂亮，它整个步道都有重新整理过，然后还有一些装饰，像这个章鱼。不过我们也有看到在它下面的这个河里面是有一些垃圾，这是刚刚的那颗大樱花。那我们现在要搭公车回去，就这边呢，往车站的地方，商店街的尾巴进去。它有热海站前是有2条这个商店街，那这一条是平和通，另外一条是重实践通。平和通的末端这边是有几家非常大型的海鲜冻，那他们也开得比较晚，所以如果有食物想吃的话可以吃。那这个是相扑历史，刚刚那个的话则是非常有名的甜筒上面这个冻饭，那这里也是七汤之一，不过我在摸的时候发现它水是冷的。那继续往上走，其实时间差不多了，大部分的店都收了。这时候大概5点半。它其实除了那几家海鲜冻饭以外，大部分都蛮早收。到了，它是现蒸。那这个是
因为热海是温泉的圣地，所以它这个温泉小馒头非常有名。然后我每次来都会吃的这个天妇罗，那请不要站到别的店前面，因为它生意非常大。这个金木雕。那另外这边呢也有很多就是伴手礼可以，特别是金木雕，金木雕是这边的特色。哇！像饼里面有可以，或者是一定有虾，好好的虾，然后可以看到完整的汁这样子的一些很有名的伴手礼。那这个则是袜子，非常可爱的袜子。然后也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物，看了很想买。当然再来这些鱼是带不回去。然后还有一些汽水，这些汽水不是啦，一定有。这个人说百货公司也有。泡温泉的时候很常会喝的一些饮料，这是重视尖头第二头的这个商店街，这条相对比较好。对，不过它上面有一些很有名的店，像这是优格的店。那走出来到这边呢，就可以看到热海布丁的1号店，外面还非常多人在排队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是要找晚餐可以吃什么？那我是建议说，我们是到车站里面，因为车站相对它开的比较晚，所以我们就在车站的这个美食街吃就好。那这是车站旁边的百货的这个的商店、纪念品店，它有很多很可爱的一些小物可以买。那这是2楼的伴手礼店。其实你有什么想买的话，它大部分这边都有，所以其实是蛮好买。不过当然也要掂量一下钱够不够。那3楼的话，这里就是这个美食街。那我上一次来就是在这边吃。这个。那就是吃这一家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因为我们同伴里面是不太吃生食的，所以主要就是由我这边来吃看。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主题，那这个是金木雕的这个用味噌煮的，然后还有炸猪排饭3个这样子，比较简单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有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橡胶的小物。那这是顶楼的这个观景台。那顶楼也有一个 barbecue 的一个餐厅。那这一天的早上是包场的一个状态。那上面呢是 MOA 美术馆的方向，也住了很多人。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行程，谢谢大家。